你曾经遇过身边的人某天突然一反常态，突然变得超亢奋，讲话滔滔不绝，感觉对一切都很有把握，甚至是不太需要睡觉吗？这很有可能是躁郁症要发病的迹象哦。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躁郁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躁郁症是一种情绪变化很大的精神疾病，病人有时候会非常的亢奋，有时候则是会变得很忧郁。事实上，躁郁症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常见。像是奎丁去年就曾经拍影片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呼吁大家不要因为生病而感到自卑，只要好好的面对，就有机会可以改善跟恢复。那今天的这一集是我们跟台湾精神医协会合作的影片，我们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躁郁症的症状、成因、治疗方法，最后还会帮大家整理要怎么样注意躁郁症有没有复发。那就让我们开始吧。躁郁症在医学上面其实有正式的名称，叫做双极性精神疾患，或是双极性情感障碍症。顾名思义哦，就是患者的身心状态呢，会很极端的在躁跟郁两种情绪之间摆荡变化。躁郁症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会有躁期跟郁期。躁期还可以进一步的区分为轻躁跟狂躁两种状态。很多人误以为躁郁症的躁是指焦躁或烦躁，但其实那不是躁郁症的特性。躁郁症的躁呢，比较接近情绪亢奋、行为躁动的意思。在轻躁的状态下，患者可能会感觉自己文思泉涌，讲话铿锵有力，眼睛炯炯有神，整个人处在一个亢奋状态，但并不一定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而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狂躁状态呢，患者会变得话很多，精力旺盛，甚至可以几乎不睡觉，也很容易因为自信心爆棚哦，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做得到，讲话内容呢会很天马行空，也会做很多超出能力范围的事情，例如花大钱乱买东西，突然花大笔的钱投资等等。跟别人互动模式呢，也会跟往常不同，变得更慷慨热情，或是更爱与人争辩等等，容易影响到自己与身边亲友的人际关系。不过，如果进入郁期哦，那就会像是感觉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郁期的病症呢，就跟常听到的忧郁症很像，在身体的部分呢，活动力会下降，失眠，感觉疲累，话变得很少，思考与专注力都变差。而在情绪心理层面，则是会感觉忧郁，情绪低落，提不起劲，也容易感觉到消极、悲观，自我价值感低落等等。躁郁症最常发生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身上，也有一些人比较早，在国高中时期就会发病。那根据国外的研究，全世界大概有1% 的人在一生之中躁郁症会至少发作一次，而根据台湾的研究，盛行率则大概落在 0.3% 到 0.5% 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其实躁郁症并不是一种很稀有罕见的疾病。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或是家人的状况究竟是不是躁郁症呢？在网络上面可以查到三军总医院叶请斌医师开发出来的躁郁症自我检测量表，可以帮助我们初步了解自己的状况。这个量表里面总共有10个小题目，主要呢是在询问是否有躁期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躁郁症呢并不一定会有郁期的症状，但一定会有明显的躁期。有明确的躁期呢才能够算是躁郁症，不然就会被诊断为忧郁症。那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很多人会疑惑躁郁症的这个躁期跟郁期变化跟情绪起伏很大有什么样子的差别？最明显的差别呢，就是持续时间的长短。躁郁症的躁期啊或郁期一出现，通常就会持续7天以上，而且躁期的症状呢会几乎24小时都会有。但一般的情绪起伏，同一种情绪持续的时间不会那么久，也不太会一直出现躁期的那些症状。不过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比较概略的描述，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建议还是去找医师来帮你做专业的评估。会罹患躁郁症最主要的原因是大脑中情绪调节的系统出了问题。根据目前医学研究的了解有一些风险因素可能会提高躁郁症的罹患几率，例如基因会影响到疾病，如果家族当中呢有人罹患躁郁症，那你也会有比较高的发病风险。而在后天因素的部分，研究发现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事件有机会诱发躁郁症，例如亲人过世啊、情感不顺、考试、工作挫败等等。而睡不好、失眠的状况也会影响到情绪调节系统，提高发病风险。此外，某些脑部疾病、兴奋剂类型的毒品呢，或是部分的抗忧郁药物，也可能会诱发躁期的出现。总的来说呢，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某些因素会让风险提高，但是确切导致情绪调节的系统出问题，引发躁郁症的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不过，光是知道情绪调节出问题，就已经足够让科学家找出一些治疗的方法了。
在躁郁症症状很明显的时候，医师一定会做的就是药物治疗，帮助病人尽快把症状稳定下来。那通常都会提供安眠药，因为无论是在躁期还是郁期最重要的是要有充足的睡眠，睡不好的话呢，很难让情绪稳定下来。再来，医师通常也会开其他的情绪稳定药物给病人服用，例如像是锂盐抗癫痫药物等等。这类的药物呢，每天都要吃1到3次，透过稳定的药物浓度来稳定大脑的情绪，所以会需要定期的抽血，确保药物的浓度长期稳定。不过这类药物的药效发作比较慢，通常要吃好几周才会开始慢慢的发挥效果。病情稳定之后呢，还要吃半年到1年以上。有许多人因为每天吃药会觉得很麻烦，或者是吃药常常会被朋友同事关心而感觉有压力，再加上有副作用的关系而会跟医师讨论改成使用长效针剂这种治疗方式。长效针剂里面的药物成分呢，通常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目标呢也一样是透过稳定的药物浓度来避免躁郁症复发。这类的药物在血液里面的浓度比较稳定，副作用呢也比较少，通常只要1个月打1次就好，不用每天服药，比较不麻烦，也比较不会被他人呢问说，你在吃什么药？算是一大类可以稳定控制症状的药物。而至于自己或是家人适合哪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提出来跟医师讨论。但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式，都是需要长期用药，所以也有很多人会问，躁郁症有可能根治吗？事实上，躁郁症发作之后再复发的可能性蛮高的。如果没有好好控制，躁郁症有可能每隔几个月或是半年、1年就复发一次。那虽然还是可以透过治疗再次稳定下来但是因为再度发病而导致的财务问题，又或是学业、工作，还有亲戚朋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再花一次时间跟力气去处理。很多时候，这些伤害甚至有可能会无法恢复。而长期稳定用药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复发的频率尽可能的降低。概念上面，长期用药呢，就像在控制慢性病一样，让身体的状况呢维持稳定。有些稳定用药的病人，甚至可以拉长到10几年以上都没有出现第2次的症状发作。有些医师也会建议，过了急性期之后，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接受心理治疗，让临床心理师帮助你了解自己的病况病症，甚至可能的复发迹象，进一步熟悉练习复发预防的技巧，也可以了解如果不幸复发了，在躁期或郁期可以如何应对自己的状态。那只要搭配稳定的用药，躁郁症呢就有机会好好的被控制下来，让复发的可能性大幅的降低。但要是真的不幸复发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通常躁郁症要复发，无论是躁期或郁期，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睡眠出状况。躁期是很亢奋睡不着，郁期是很焦虑睡不着，睡不好一直醒，或是很早就醒来，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恶化到情绪也有剧烈的变化。所以说，如果发现病人睡眠有点状况，就要开始多注意。如果自己或是家人朋友躁郁症的病症越来越明显，或是怀疑躁郁症复发，就要尽快的去看医生，让医生诊断开药来稳定状况。而且会建议精神疾病的病人呢，都要固定同一个医师看诊，不要随便的换医师，因为熟悉的医师最了解病人的状况。而且有的时候，虽然病人可能觉得不严重，但医师可以透过长期累积下来的信任，说服病人配合吃药或是住院。那如果确定真的复发，医师除了会开药之外呢，也会建议病人要调整生活模式，尽量的减少生活当中的压力，避免再度诱发。那我们身旁的亲友、伴侣，最重要的就是给予病人陪伴跟支持，鼓励他就医、稳定吃药，还有帮助病人重新建立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自信。今天这集帮大家整理了躁郁症的几个面向的资讯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办法介绍得很细，所以不一定每个病人的状况都会符合今天影片的描述。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点疑虑，就去看医师，请医师判断会是最准确的。那我们在制作这一集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咨询专业的医师他在临床上面发现，有很多人会认为精神疾病是心病，而心病呢就要用新药来医，所以觉得不需要去看医师然后也不需要吃药。但是精神疾病其实就是大脑生病了。生病了去看医师跟吃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特别是以躁郁症来说，急性期呢就是需要吃药来稳定，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商，在这个急性期阶段的效果都会很有限。那虽然精神疾病不像感冒那样子很容易恢复但只要好好的配合吃药，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跟人际关系。
最后，我们也想要趁这个机会呢，提醒病人身边的陪伴者跟照顾者们，除了病人自己，你们真的是最辛苦的人了。在照顾病人之余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心状况。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够持续的照顾跟陪伴重视的亲友。那今天想要来问大家你曾经遇过或认识罹患躁郁症的同学或朋友吗？有，以前呢在学校就有过这样子的同学，并没有认识只有曾经听过亲友转述，感觉应该是蛮罕见的。自己不确定但看完这集之后，感觉自己身边应该有遇过。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躁郁症不只是情绪起伏很大。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我陪伴阿滴度过忧郁症的经历，还有思觉失调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就明晚再见喽。